哎呀，怎么办？我心里太紧张了。昨天晚上给孩子打了电话，他说我说过两天回去看他，那当时他根本没有反应。我感觉我现在就跟他越来越生疏了，这样下去我真的感觉不行。你说待会老师会向着我说话吗？咱们来这不就想听听专家怎么说吗？我先上场了，好吗？好的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钱先生，29岁，来自甘肃，自由职业；女嘉宾王女士，27岁，来自甘肃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已经3年了是吧？是。对。有娃没？有。有。多大2岁。男娃女娃？男娃。今天是您要来的是吧？对，是我要来。要来干啥呀？他平时生活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，而且还总是爱挑我毛病。他会发脾气吗？经常发脾气。他为什么事儿发脾气？我记得那次我们安灯的事嘛，他装了好久没有装上，我在旁边我好声好气的说，我说你要不下来休息会儿，待会儿再安嘛。话还没说完，就他那个把那灯直接啪的一声甩在地上，然后他还冲我吼。当时装灯装了半天挺累的，也比较烦躁，比较着急。他就在旁边一直说个没完没了的。不是，人就让你下来歇会儿嘛。灯不好装，装了半天，我就有点着急。这灯摔坏了？坏了呀，新买的灯被他摔了。然后呢，再买一只，还是换了个别的？再买了一只。是同款吗？不是。太有心计了，知道自己永远也装不上了，弄了一只简单的是吧？是。这事儿我也干过，要不然觉得特没面子是吧？是。还干过什么事儿？还有就是家里那个床，本来之前是放那个位置，然后我就想着要把那个位置换一下吧，就跟他商量。他看了，哎，也觉得可以。然后到第2天了，就吃过饭，我说我们俩搬床吧。他在一直玩手机，也没理我，我就拉了他胳膊一下。然后当时他一下子就变脸了，踹了那个床一脚，那个新床也是被他踹坏了。当时还冲我喊：“你一天净闲着没事干，找了一些无聊的事干。”是你干的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当时我本来我感觉这个床放的挺好的，完全没有必要去换这个。你觉得他找事儿了是吗？对，没事找事干啊，同时还影响了自己打游戏的心情，是这么个心理是吧？是，控制不住对吧？对。但你说这事也就罢了吧，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来做。他那天也是差一件大衣，说让我跟他去买衣服，我就跟他去了商场了，转了好几家，也给他挑了好几件。他都就是感觉哎不合适，各种嫌弃。后面我又转了一家，我感觉那件大衣挺好看的，也挺适合他的。我就提起来给他看，我说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当下他就瞪着我，说你这件衣服能穿吗？是我穿的吗？当时也有服务员在那里嘛。我当时感觉特别尴尬，也心里挺难过的，就没说话。每次我跟他出去给他买衣服，都是吵着回家的。为啥呢？人给买衣服，你吵啥呢？我感觉就是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应该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款式和这个风格的。他非要挑那种特别潮流的那种让我穿上，那你就跟人说，你说我穿不了潮流了吗，老婆？你给我弄点中，不就完了吗？我这个性格比较急躁，但是又他挑那个衣服我确实看不上，所以你跟人急是吧？对，你克制不住自己吗？没控制住吗？他有时候也是那种说话都不算数。就那次他要让我给他理头发，挺信任你的呀。然后我就说我理要是理不好看怎么办？当时也因为就是有点晚了吧，他就不愿出去，他就说没关系你就理吧，理快就他犯懒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给他理呀，挺认真的，我给他理。但理了之后，他就各种开始挑了，说什么不对，两边不对称，理的手法不对，推子也不会拿之类的，开始说我了。我们就是嘛，就理个短发，我一般都是短发嘛，我感觉很好剪的。但是他这个给我理的时候，当时第2天我还要去上班，确实理得很难看。哎，你不知道剪发这件事儿是特专业的事儿吗？应该没问题，因为我是短发，又不需要什么发型。推子上面还有那个卡尺嘛，没想到他给我剪的那个，确实是没法见人。当时一着急，那是你长得没法见人，不是人家剃的没法见人。我觉得他就是没事找事，也是挺好看的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就把那个推子直接从我手里夺过去，给自己就剃了一光头。他自己给自己剃了个光头。他就说你推这个样子能见人吗？能出去见人吗？丑死了！反正然后呢？各种嫌弃。就是你第2天出去，人家看你光头是什么反应？都问我出什么事了，以为我有什么。哦，都问你出什么事儿了？对。啊，当时你心里怎么想的？就说是凉快一点。但是当时跟他发脾气了是吗？是。听起来好像都是小事儿啊。
小时候对我妈都干过这事儿，老太太让修的东西没修好，心里是想着没修好。我妈说能不能弄好，把钟拆了。我妈说能不能弄好，能弄好。钟那会儿多贵啊，然后扔2个零件，说零件丢了装不上了，实际是自己装不上。这种心理我觉得都可以理解，但是你这样的话，你知道结婚之后你媳妇儿怎么想吗？咱对妈的时候妈都无所谓，但是对媳妇儿的时候媳妇儿就会觉得你不是针对一件事儿，对不对？你是针对我这个人，是吧？我做什么都很挫败，我关心的问你，你灯没装好，你歇歇吧，你把灯给我摔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把家里调整一下，你也答应我了，结果你把我床给我踢了，好心好意给你买个衣服，你说我是个瞎子买不了好衣服，辛辛苦苦的没剃过头给你剃个头，你跟我发脾气，那他会觉得说我老公不喜欢我了，是这意思吧？他不仅脾气这方面我还得顺着他吧，就是你说家中小事那也就罢了，但是稍微就是孩子这一块孩子怎么了？孩子那时候还小，才几个月，就陪着他一起出来打拼。去哪儿打拼啊？重庆。是带着几个月的宝宝一起去重庆工作？没有，当时孩子还小啊，然后就留在老家，由爷爷奶奶开着，我跟他就出来了。宝宝几个月的时候就把宝宝放在了甘肃了，是吧？对对。你们老家甘肃的是吧？是。然后去重庆打拼，后来呢？当时也是为了支持他工作嘛，毕竟他要去外地，一个人的你说力量还是小，我们2个人一起奋斗会更好一些。那时候孩子还在喝母乳，没有断奶，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吧，就孩子也断奶了。出去工作之后呢，每次我也是就是看孩子视频，特别小他，看到他就是喝不惯那个奶粉，然后自己就那哭，但是心里特别难过。去年过1岁生日嘛，我就跟他提起，我说要不要回家一趟给他过个生日吧，跟他提了好几次，反正就是说他也拒绝我了，我心里其实挺寒心的，感觉孩子跟他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一样。说说你的想法，别绷着。当时我们从老家出来也就刚刚上班2个多月，回家的话对工作也是有影响的，毕竟你是刚刚到一个单位上班，所以说我当时就给他说了，我说我们先工作为主嘛，先把工作稳定下来，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请假回家看孩子。你想儿子吗？说实话就是还是主要是工作的。你不想是吧？我也想回去看小孩，特别想，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出来要上班。你能了解那个断奶的时候你媳妇儿那个感受吗？能了解，但是你会觉得我的生活更重要是吧？我当时想的就是小孩以后还要发展，要上学，要各方面的，所以说是没有经济支撑的话是不可能的，现在社会，所以说是要给小孩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嘛。所以你会觉得你其实是很理性的在思考，对吧？是。你是不是会认为他感性一些？对，就是有点不贴合实际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他一直就不同意，没有回去。但是后来出来那么多长时间，差不多有1年多了。孩子生病了，到晚上才通的视频。当时我就看到孩子在那里打针呀，心里挺难过的。我感觉自己就是特别没用吧，孩子生病了也不能陪到他身边，他过生日也回不去，挺无能的自己。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不让我回去啊。哦，所以你把这个也记在他的账上了。就宝宝生病你不能陪伴，你觉得也是他，是吧？然后晚上也是挺想念孩子，经常自己一个人偷偷起来坐在床边就是哭，他就根本就不理解我到底有多思念孩子。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男人心特狠，是吧？对，他不只说是那一次感冒没说，包括今后孩子有什么事情，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。他就让公公婆婆都瞒着我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怕他难过，怕他自责，怕他伤心。那你不害怕真的万一孩子有点什么大事儿的话，妈妈最后知道她受不了吗？当时没有这样想。所以在你的考虑的思维是，你不希望他心里难过，对吧？是的。所以你让大家瞒着他。是。逢年过节你们得回家，对不对？记得那次就是过年回家嘛，当时特别激动，因为马上回去要见到孩子了。但是呢，当回到家里之后，就是见到孩子，我就想上前去抱他的时候，但是他就扭着脸，各种抗拒，就不愿你抱。而且甚至就是见到你，就是跟他陌生人一样那种躲着你往后退，你去抱他吧，逗他，他都不理你。因为没带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当时心里特别酸楚。经过这些事之后，我就想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，有个什么生病呀，你说自己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都能看得到。就是带着孩子去重庆打工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样。不同意。
跟他说了，每次一提到这事，他就跟我吵。那为什么呢？毕竟孩子还小，如果带过来的话，我们没有能力去照顾。我就想着我们两个稍微稳定一点，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时候，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，可以接到身边。你的意思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可以接过来了，是吧？是的。你这次来是要干嘛呢？我就想他平时生活中把他那个大男子主义稍微改一个，还有脾气这一块儿。或许有时以后你说有什么事情吧，两个人就是说可以商量一下，多听一下我的建议，理解一下我，不是说什么事都让我顺着他，这也真的活得挺累的。那您是怎么想的？就孩子来了以后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？想过吗？接过来他可以正常上班，我带孩子，我可以在家里干一些其他的，比如说网络兼职啊这一块。虽然说没有上班挣得多吧，但我感觉这样就是陪着孩子，这种就是说能够跟孩子就是你在家里带在一块孩子，然后找一个在家里能做的工，对对对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吗？嗯。你跟他说过吗？提到过这样，反正他就不同意，只要一提到孩子行不行啊？同意。我感觉网络兼职现在很难做，所以你担心的是，孩子来了以后，你们的收入水平下降。是，你是觉得你是很冷静和理性的，就是觉得你爱人有点过于的感情用事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好了，就是这么一对夫妻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先来说脾气大这件事儿哈，脾气大的人为什么？因为能力弱，他办不到，他成功不了，所以呢，他又着急，怎么办？只能把这种情绪发泄出来。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你发泄出来的情绪，针对的那个人是谁？是在你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刺耳的话是一把无形的刀，它会让你的爱人变得无比的痛苦。你的每一句出言不逊，对他来说比一个巴掌、一个拳头都要疼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，学会好好说话。接下来说孩子的事儿啊，您别说分开那么久，我出来录节目2天回家，我儿子都不带理我的。这是一个当妈的人最悲痛的事情。我真的一点不夸张，我跟我们家阿姨吃醋，我气得都跺脚哭。我说他怎么过去抱你不抱我？您一直强调我为了他以后，我为了他以后，我为了现在生活稳定。可是您知不知道，您现在生活稳定了之后，你想要的曾经的那种生活可能就没有了呢？你稳定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孩子能陪在身边，是为了自己的家庭能够和睦。可是现在您的家庭都成这样了，您觉得您再努力奔那个有什么目的呢？所以先把眼前眼下这点事儿解决了，让妻子舒心了，您奔的那个幸福才是有目的的呀。克服一切困难，听妻子的，把孩子接到身边最重要。好，谢谢山大老师。来，徐总，夫妻之间矛盾重重，动不动就吵架，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家里头说话算数的那个人身上。如果想解决现在一系列的这些问题，很简单，只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主权移交。谁有能力操持这个家，谁来操持。你动辄说对方是不理性，对吧？请问你理性吗？理性的人能动辄就发火吗？看到问题不是解决它，而是逃避。就这一点来说，你远远不如你的爱人。相反，我觉得老婆很理性，她能够容忍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过分的这种举动。为什么呢？她知道你可能是外头工作的确很辛苦，你竭尽全力了，有些事情不是我的错，但是我包容了。她唯一做的一件错事儿，也就是不理性的事儿，就是太宠着你了。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她宠出来的。女孩，就是因为你这样把这个特权给她了，所以造成了现在家里这个状况。我觉得一定要你当家做这个主。如果你早就做主了，孩子早就在身边了，其乐融融，让老婆做主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孩子尽快接回来，孩子在身边，成长是需要陪伴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杨老师，换个角度和先生说啊，你觉得他结婚以前愿意听从你的安排，是。婚后为什么变了？不是你变差了，是生活变复杂了。要养家，要养孩子，要孝顺老人，要照顾妻子，要养育儿女。我们能力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生活变复杂的速度，可能很多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那怎么办呢？还不能放下我们骄傲的面子吗？还不能放下我们所谓的自尊心吗？
为什么要结婚要成家？就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享受这种2个人依偎的幸福。生活需要我们多一个肩膀共同来承担，这个人就是你的妻子。妻子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当然要怪他脾气坏啊，但也要问问自己，我们需要调整哪些。当你发现事情的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有勇气。这件事我就这么定了，就得过生日，你不去我去，有没有这个勇气？他觉得工作那个时候刚上正轨，他请不了假，你去请假，你回去带孩子陪他过个生日，让他看，气死他不能陪孩子。慢慢生活的那一部分他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的肩膀就担起来了，你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和谐。复杂的生活需要我们不断的成长，才能扛起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责任。好，祝福你们，加油！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把气儿撒出来，那叫本能；把气儿压下去，那叫本事。很多情形之下，之所以发脾气，之所以倒打一耙，把一些气儿都找到他身上去，是因为你自己虚张声势，你知道自己理亏，你企图用这样的一种方式，用恼羞成怒来掩盖自己内心的错误。治这样的纸老虎最重要的方式，就是你要告诉他，我是个有主意的女人，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让，但有些底线我不会缺失，比如说孩子。我当初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也不让我老婆到北京来生孩子，我觉得在杭州挺好，毕竟在这儿只是录节目。你说这么大一把年纪还去租个房子，然后生孩子，我也觉得不是个事儿。但他坚持，他是个坚持了以后就很拧的人，哪怕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说实在话，这一点我还真有点怕他。但他不是总这样，他就是在有些关键的事情上，他一定是这样。但你能做到吗？我很怀疑你做不到，因为你们长期以来的关系已经确定了，你总是被他压着。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男人能不能扛事儿，不是看他脾气大不大，也不是看他个子大不大，而是看他在最关键的时候，有些点上他到底有没有主意。其实我真的觉得，在大部分的家庭当中，真正能扛事儿的还是女人。你得把住这根线和底线才行。另外再说男生一点，花点心思和时间来琢磨自己老婆在想什么，想要什么。其实人是要时常的去花心思了解对方，也是来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。人家说的对的，咱得听。这并不代表我们不男人，恰恰我们能够把脾气压下去，承认女人的价值，承认我们比别人弱，这才像个男人。你说呢？是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所有老师都说了，孩子得带在身边，对吧？这个是科学上面说的是对的，所以有千难万险都得克服，不要怕。其他的事儿，我觉得夫妻感情挺好，因为这样的冲突和矛盾在家庭里是大把见的。你说灯那件事儿，在我们家就发生过，我跟我妈冲突过。踢床的事儿，我爸跟我妈就有过，因为我爸动手能力特别不强。就到现在为止，就今天，老爷子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，我说你这不行啊，哎，他现在承认了，过去一直不承认，把孩子接来，那是个底线，做妈妈的底线是在那儿，别那么大的脾气了，听听老婆的话有啥呀？你让人给你买衣服，你又嫌人买的不好，那你就自己买呀。就通过这件事情反映了你所有对家庭的态度。你要都交给他，你就放心交给他，即使错了也是对的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。来吧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老婆，平时我太以自我为中心了，做事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现在想一想，确实很难受的。还有没有想过你做母亲的感受？作为女人都特别思念孩子，我知道想到自己了。回去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我都会听取你的意见，跟你商量，把孩子接到身边，我们一家团聚，把日子过好。
这次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以后你要看我的表现吧。请回吧，谢谢啊，请回，请回啊。来，请关门。就在一起，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从这儿下去。哎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你辛苦了。挺亮的，来，谢谢你们啊，反正就总之互动起来，好不好？